那就这样，稳慢点。改了。你先告诉我，稳马了倒车，先告诉我，稳马了倒车。那都是弯着几辆了弯啊？看看弯。3名留守少年半夜外出寻刺激，竟然跑到高速高架桥上，对着过往的车辆疯狂扔石头，结果砸中一辆车的副驾驶乘客，当场身亡。当3名男孩被民警带走后，还疑惑地问询民警自己什么时候才能回家吃饭。然而民警接下来的话却令3名男孩吓到浑身瘫软。那么事情经过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据了解，3名男孩分别叫阿健、阿成和全仔。早就辍学在家的3人感觉生活枯燥乏味，于是在这天晚上决定外出找些乐子。他们原本打算砸碎工厂玻璃进去偷点东西，可碍于院里的大黄狗太过危险，所以3人便放弃了这种念头。就在这时，阿健突然提出，他们可以去高速的高架桥上拿着石头去砸下面过往的车，看谁砸得多，3人的零花钱就归谁所有。为了体验这份刺激，3人不谋而合。没事的，砸点事来做，寻找刺激，就是要比较刺激这样。那高速路那车开那么快，你石头你飞过去。那天心情不好，发射一下。他们说要去砸石头，我就说啊，去就去啊。成功来到高架桥上的3人也是二话不说就拿起石头向下方砸去。每当听见有车窗破碎的声音，他们就赶紧趴在地上开怀大笑。而阿健则被这份刺激冲昏头脑，随即就搬起一块比较大的石头扔了下去。像之前一样，3人听到了车窗破碎声，但不同以往的是，还伴随着阵阵惨叫。3人这才意识到砸中了人，随后吓得四散而逃。很快救护车就赶到了现场，但医护人员无奈摇头，判定被砸者当场身亡。你第一次听说自己砸死了人的时候，难受，本来是想说记完了，没想到把人家搞死。然而当现场众人得知被砸者身份时，却纷纷掩面痛哭，因为这名被砸者名叫邢丹。或许大部分人都不知道她的身份，但提到她的丈夫丛飞，相信很多人都耳熟能详。感动中国2005年度人物获奖者丛飞。丛飞曾是一名小有名气的歌手，但他却把所赚到的钱全部捐给了山区穷困学生，让上百名贫困儿童走出大山奔赴梦想。因此丛飞获得了2005年度感动中国的10大人物之一。而邢丹自从和丛飞结婚后，也一直跟随丈夫下乡做慈善事业。比我想象当中的还要苦很多。他们穿的衣服，他们用的东西，应该说我们扔到垃圾桶的都比他好。我一共去了1周，没有1天不掉眼泪的。然而好景不长，丛飞却患上了癌症，没过多久就因病去世了。而邢丹则一直延续丈夫的初心，每天都会跑到贫困山区做慈善，没成想却遭遇了这3名贪玩少年。邢丹去世时仅有30岁，膝下还育有一个6岁女儿。邢丹父母悲痛欲绝，表示一定要让害死女儿的凶手以命抵命。因为邢丹所帮助的孩子，其中就包括这3名少年，他们家境十分贫寒。其中扔石头砸中邢丹的那名少年名叫阿健，因为家庭条件太过刻苦，他上完小学后就辍学在家，而且父母都在外打工，疏于管教。有着同样经历的还有阿成和全仔，3人相互帮扶着才勉强长大。因为没地方工作，他们平日只能做些偷鸡摸狗之事来满足吃喝。而在事发当天，他们原本是要去偷东西的，但路过高速公路时，却又转念去搬起石头砸车，没成想却砸中了曾帮助过他们的恩人。现如今3名少年都倍感后悔，但后悔已经来不及了。最终法院以故意伤害罪判处3名少年6到12年不等的有期徒刑，并赔偿受害家属97万。但对于这天价赔偿，邢丹的父母则拒绝了。人家的父母和我俩差不多，所以妇女有的时候没教育到我，但是呢，这个事儿已经出了，你知道。所以我女儿走了，你说我还能叫她儿女也走，也不凭良心嘛，也不行。他们只希望3名少年经历此事后能洗心革面，将来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。对此你们有何看法呢？我们下期再见。